大家好，又到了2026年1月份，后半部分 FAB 商城免费资产介绍的时间，它一直到1月27号的9点59分，早上东部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现在有3个是免费资产，第一个是这个坟墓啊，一个坟墓的坟场的资源 ，OK， 然后大家如何下载呢？就是 View in Laundry 啊，View in Laundry 以后，在这里你就能看到，然后呢，在这选 Unreal Engine 啊，我们是虚幻引擎，那跟着呢，选了以后啊，选了虚幻引擎以后，它就有一个地方 ，OK， 有一个地方是 Add to Project， 你先打开一个空白的文件啊，一个空白的项目文件，然后这个时候呢，再按 Add to Project，OK，Add to Project 的这里呢，你就要 Show All Projects， 然后把你当前的这个文件名字选了，然后 Add to Project 就可以了。OK， 这是第一个。那后面那几个呢？后面那2个呢，也是这样做的啊。那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说了。那今天呢，这3个呢，给大家先看。这第一个呢是坟场 ，OK， 它的介绍这里呢，如果大家不懂的话，你可以收墨啊，就是看更多。然后呢，Ctrl+C， 然后在 Google Translate 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简介、观看宣传片、试玩演示版。啊，然后呢，获取更多支持，然后相关资源。这款高品质墓地素材包含大量手工制造的可放置物品、视觉音效、特效、道具、直配和纹理啊。这个设计以第一人称视角为主，但已在第三人称和俯视视角模式下进行测试。OK， 然后呢，导入前请在您的项目中启用以下插件的这些。OK， 那我只能给大家先看一下啊，在这里。如何进入？第一个呢，就进入它的名字叫 Necropolis。OK， 我们回到这个名字 Necropolis 是吧？然后你在这里内容文件夹这里找到，然后呢双击 levels 好，然后再双击这个 demo levels。OK， 好，很快就进入了。然后呢，你可以试一试。他问你要不要 play in editor， 那你可以 play in editor， 但事实上呢，啊，你看有音乐的，有那个蝉的叫声。OK， 好，我们退出去，然后呢，我们还是这样看吧。先来看一个整体大概它的样子。OK， 然后呢，再在这里看，它以第一人称视角啊 ，World Setting 啊，这里世界设定这里可以看到，它以第一人称视角来进行观看。这个是不是棺材？有点像啊，我也是第一次打开啊。我觉得它的这个坟墓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个远观的这个外边后面的这个景色是真的挺好做出来的，它是用 Plane 实现的啊。然后大家在使用的时候还可以，其实是在里面可以学习到一些就可以做这个远景近景的一些方法啊。它的我觉得最值得的就是它这个远景啊，有这个坟墓的远景，这个山脉崇山。好，然后呢，如果你是进入它的 Overview Level 呢，那我们这里就不存了啊。Overview Level， 以我的对它的了解，应该是所有的资产会放在 Overview Level 里面去。OK 啊，真的是所有的资产
会摆在这里。好，想看哪个仔细就点它，然后呢，在这双击它的名字，你就能看近景来看。啊，包括一些坟墓的资产，当然还有这个月亮。OK， 好吧，然后呢，这个资产我们先看到这里了。好，时间关系，我们到下一个资产。下一个资产呢，就是好，我们回到 Discover，然后第二个资产呢，就是这个机器人。机器人呢，同样刚才跟第一个资产一样的下载方式啊。然后呢，它是这个有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我刚才看了一下，有3个机器人。那我现在先把它收没啊，把它的这个 Ctrl C 一下，然后呢，再次在 Google Translate 给大家看一下 Ctrl V。OK， 啊，踏入科幻世界，与这款令人叹为观止的科幻机甲一同探索未来世界。这款视觉效果震撼的机甲拥有引人注目的设计，配备4条强劲有力的手臂，其中2条与人类大小相当，可抓取标准装备。说多了都无味啊，大家自己看啊。当然也可以配备了专属的反向运动轴 IK 重定向等等。那sorry，那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它，就是叫 npm mesh， 然后进入它的 maps， 双击 text map。 好，然后呢，我们在这 simulate 一下。 OK， 你就能看到它是这样的一个动态。 OK， 当然也可以放大来看。然后它的这个文件夹里面还有BP， 这个应该是 blueprint animation blueprint， 你一拉出来，哎，你看还有这么多这么多它的蓝图。我们再来 OK， 不同的 animation， 不同的动态。 OK， 啊，我们先把它删了啊。然后呢， blueprint class animation sequencer， 这个也拿进来也是可以的。我们再来 simulate， 又是不同的样子了啊。 OK， 好了，然后呢，我们到下面 HDRI， 就是 HDRI 的背景了，就是 3D 立体背景，还有它们的材质啊。当你做机器人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它的材质。然后 meshes 就是这个机器人。 OK， 好，是 Scale mesh 骨骼网格体。 OK， 还有这个 read 就是绑骨了。然后这是纹理 textures。哦，这个就 animation 动态啊，就是可以重定向的动作。好，现在呢，机器人这个做完了，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叫 Fantastic Props。OK，Fantastic Props， 那我们把这个翻译关掉，然后呢，重新进入 Discover， 然后看它第3个免费资产叫 Fantastic Props。 OK， 啥意思呢？我们再次给它 Ctrl V 啊，看 OK Ctrl 哎呀 Ctrl C，Ctrl V。OK， 叫奇幻道具。然后呢，我们再把它的这些奇幻道具收没啊，把它给Ctrl C 一下，然后 Ctrl V 一下出来。啊，章鱼花盘有这么多个三角面，龙形的木桶、魔法树桩、狮子杯、猫头鹰杯、野猪杯、沙漠瓮、魔法水壶、石像鬼瓮、古代瓮、小花瓶、圆形花瓶等等啊。然后呢，在这里呢，你就能看到它所有的东西都齐备，其实都一样的这些图。
OK，而在它的虚幻引擎5里面，它是一个个分开的啊，一个个分开的，是怎么样呢？我们重新进入一个new level basic quit， 这个就不存了。然后呢，你可以一个个双击进入 meshes 啊，双击进入，然后把这个拉出来，好，这样来看是吧？然后呢，到下一个，好，它是一个一个分开的，大家要找到它啊，每一个拉出来都不同的样子，哎，是吧？然后呢，回到 Fantasy Props，然后呢，你可以随机进入看看，拉出哪个 OK 啊？当然可以在这调它的大小化啊，大小化 OK，然后呢，再进入随便去双击 Meshes OK，好。当然，它的里面其实每一套里面，其实除了 meshes， 还有它的材质啊 material， 也有它的纹理 textures。OK， 那我就不一一把这个翻出来给大家看了啊，只能说双击了，然后把它给搞出来啊，给你看一下。OK，然后呢，我的课程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观看。如果想找到每一个月这样推荐的免费资产，然后如何下载等等的这个教程，大家在 B 站、哔哩哔哩找玉姐可以带你学 Blender，点击我头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系列74，然后呢把这个工具换成这样的合集，就是基础教程合集，然后已经包括了2页，已经有了建模的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1、2、3讲，已经有做游戏的侯庙基础教程，而侯庙这个是虚幻引擎5的基础教程，但这个基础教程因为太多基础了，所以呢，大家可以在前面找针对性的像虚幻引擎正式版教程，或者是说虚幻引擎短基础教程干货合集啊。然后呢，当然做虚幻引擎5，它做场景的话，还可以有它同一家母公司出来的 3D 软件 Twinmotion 新版旧版，以及 PCG 教程合集。如果做 3D 人物，有 MetaHuman 的文件夹啊，这些都是教程基础教程文件夹。然后呢，还有给 3D 人物穿上衣服的 Mutable 或者 Marvelous Designer 的教程文件夹等等哈。然后当然也有建模的 Blender 最基础系列教程1、2、3讲，以及一些其他基础教程 Blender 的。而在系列这里就是以 Blender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文件夹 OK， 分类分的相当细，大家可以在这找到包括建模呀、场景啊、抽象教程啊，或者建筑教程啊等等啊，这是绑骨啊、楼梯教程等等。然后我的课程就到此结束啊，谢谢大家观看。如果喜欢，请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愉快一天。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拜拜。